配合这几年2级电影层出不穷，甚至越拍越变态，越变态越拍。看电影前，我和大家简单聊两句，像去年《微笑2》某种物质，但别说这类电影海外评分却都很高，卖座就有人买单，有人看，也就少不了制片的要求。没办法，我们也需要进步。就在内地陆续推出了大尺度电影，这2年的涉过愤怒的海、默杀这种应当算得上2级片了吧？血腥、杀戮、霸凌，甚至上映时都标有18岁以下谨慎观看。以前不能说没有，但又有几个是我们能在电影院看到的？市场需求，人们逐渐审美疲劳，缺乏新鲜感，所以就放宽了电影审查制度。接着就会有观众褒贬不一的称，这是小孩能看的吗？我们的思维对比国外相较保守，电影以及院线也需要改变创新，不然观众看腻了不卖座不去电影院，电影也老套无所改作，不能迎合新一代。很多人怕是不能买单，又怎能超越国外？小编重阳但不媚外，我觉得电影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奥运会，比拼的不只是成绩，还有荣誉。虽然我们在玩别人剩下的，但你看我们这些2级片拍的怎么样？不仅成功上映，那是看了直呼拍案叫绝。它不仅有意义、深度、尺度，更有人性的复杂，足以让人深思。依小编看来，以后这种电影能上映会越来越多，我还是比较期待的。对于我是个电影解说博主来说，咱们还是看电影吧。今年过年当天在香港上映，着实惊艳到我的一部2级电影。该片可以说用科幻叙事讽刺现实，它变态的地方不是杀戮与血腥，而是男主对机器人的控制，利用它享乐，甚至利用它谋杀。试想，如果你有一个机器人伴侣，且它智商和人类相同，你会拿它做些什么？ Specifically, you're a companion robot. Companion robot? You're an emotional support robot. You're joking. Alright, this is just a sick. Iris, what's the weather? Currently 72 degrees, but 93% chance of rain in the evening. 艾瑞斯言谈举止落落大方，他不仅有人类的智慧情感，还能感知到痛觉，但他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是一个被男友买到家的机器人，更没想到他会掉进男友毫无底线的连环漩涡。那么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电影一开始，艾瑞斯就遇见了一个英姿飒爽的少年，对于这个少年的一举一动都让他充满爱慕。实际上他并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机器人。艾瑞斯男友叫乔什，这天他们去参加朋友聚会，在简单慰问了彼此之后，听着帕特述说情感经历的艾瑞斯也是实在没想到这2个兄弟感情不一般。出于尊重，艾瑞斯也说出了自己的经历。当他看到乔什后，一眼就爱上了他，有种意犹未尽的一见如故。他内心暗暗下决定，这辈子定要好好守护这个男人。Right? Yeah, totally. 这整栋别墅都是谢尔盖的，他做着一些见不得光的生意，不知何种生意能让他变得如此富有的帕特也不再多问，但黑妹略知一二。自谢尔盖越来越富有，已成家的谢尔盖越发沾花惹草，为老不尊。黑妹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，准确的说，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，因为他竟也乐在其中。就好比黑妹把自己比喻成一个汽车配件，什么时候被需要就什么时候把它换上。不愧是黑妹，已牢牢掌握了3级的精髓，实在是让暴发户的谢尔盖十分的走肾。弹幕直呼现在的年轻人呢，玩得真花花。而黑妹知道他是个机器人，所以尽管艾瑞斯有很多不解之处，都被当他是个机器人的黑妹一笑而过了。兄弟情谊不在酒，已在小胖梅中午。众人潇洒狂欢一通过后，2人也甜蜜了一番，这让艾瑞斯的好感度直线上升。毕竟在他的主程序里，他与乔什的伴侣关系只是一个代码的设定。隔天他来到湖边，突然发现兜里多了一把匕首，没想到此时谢尔盖走了过来，刚准备离开的他却被要求留下来陪他。男人要他帮忙涂防晒油，本不尴尬的涂油却因谢尔盖的龌龊行为变得尴尬。艾瑞斯希望他停止这种流氓举动，但他并没有停手的意思。不一会儿，他就手拿匕首走进屋中。朋友们看他一身红就非常震惊。乔什连忙问他发生了什么，得知当时不听劝阻的谢尔盖被他一家伙放倒。起身后，他不依不饶又扑了过来，这不但触发了他的防卫系统，还让他以人类的视角感觉自己受到了致命威胁。所以遇到生命危机的艾瑞斯就直接把谢尔盖炸了。电影一直在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个有感情的机器人，虽然是系统设定的程序，但他无处不在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情感，渴望活着，渴望被爱，渴望得到认可。结果乔什一声命令，把艾瑞斯直接关机了。于是就发生了片头的桥段，他被绑在椅子上等候乔什的发落。小胖也知道他是一个机器人，2人准备和警方说机器故障，从而报警处理。色心未泯的乔什希望和他做个最后的道别。艾瑞斯醒来后感觉到害怕，他知道这属于自卫行为，可乔什却称他谋杀了谢尔盖，这摆明了是要把他送走。焦急中的艾瑞斯听到另一个震惊的事，他是个伴侣机器人。他不相信这种说法，更不相信自己是一个被程序设定的机器，却在瞬间回答出了乔什对天气的提问。堪比天气预报的艾瑞斯对自己的回答一脸懵。乔什的手机为控制终端，还可以设置不同国家的语言，各种语言在他口中随口而出，就连2人初次见面都是系统植入的记忆。他的情感记忆以及对乔什的爱慕，全都来自程序的设定。
还记得那天艾瑞斯刚被送来之时，当市场的人工智能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，相应就会有人为此而买单。就比如乔什从泰迪公司购买的智能机器人，不但可以和他建立情感，且还能调节智慧。原本智慧受限制不能调到100%，因为一旦到达这个高度，机器人将聪明到相当于常春藤联盟毕业的。当然上层并不会允许机器人有这种智慧，所以就限制他们的智慧在1半以下，这样才能避免各种意外发生。可乔什这个机器人不同，它可以从0到100%自由调节艾瑞斯的智慧。显然这怕并不是乔什能买单的。那乔什背后的资本是谁呢？就是谢尔盖。谢尔盖利用财富帮乔什买了个机器人，又使泰迪公司推了墨。而谢尔盖的目的是为了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满足他下作的行为，结果没想到连小命也搭进去了。他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，因为一切都是乔什这个变态的阴谋。艾瑞斯的记忆也是这时被设定的，当他醒来后就有了对乔什的爱慕。他说自己能感觉到痛觉，乔什却称这一切都只是编程而已。经历了这些，他终于承认了自己是个机器人。可就算这样，他依旧想成为乔什的妻子，但却遭到乔什的拒绝。他害怕死亡，害怕乔什离去，更害怕二人讨论要把他关机。身为机器人的艾瑞斯正要面临恢复出厂设置，他没有坐以待毙，早已偷偷解开束缚，又扭转了局势。他向乔什说了声对不起，并要求黑妹来照顾他，于是就光明正大的从正门逃了出来。事后才明白，这一切都是乔什的算计。他不仅利用艾瑞斯篡改了他的自我防卫系统，这样在谢尔盖心存不轨时才会被炸，简直是一手好狠毒的谋杀。他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盗走谢尔盖小金库的1200万美金。因为帕特也是个机器人，小胖为了获利赃款，则也开始成为了他们的帮凶。几人商量抓艾瑞斯的计划后开始行动，但他的控制终端在他的手上。解锁后，他从设置里看到了自己，没想到里面还有调节眼睛颜色的功能，更是有变声系统，让他也惊了个呆。自己玩自己，妙在突然他发现一个炸裂功能，智慧系统，这就把自己的智慧拉满，无数知识瞬间涌入大脑。眨眼间他变得无比聪明，还给自己推算了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发经过。就比如这身行头被路过车辆拒绝，比如翻山越岭步行回家被 K 了，比如穿越一小段丛林用手机控制车辆逃跑。这个计划可行就这么定了，但途中恰巧遇见了兄弟二人，无奈他只有先躲起来。帕特回忆起那段过往，简直意犹未尽。他们在一个万圣节相识，这让二人眼里放光。突然手机响了，被二人发现。艾瑞斯察觉大事不妙，起身就跑。听到枪声的乔什二人也追了过去，小胖一个抱摔拦截了他，二人一起滚下了土坡。优先起身的艾瑞斯发现了地上的手枪，他赶紧去捡枪，导致二人扭到一起。贪心总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力气占上风的艾瑞斯一枪把小胖送去取经。小胖走得不冤，毕竟临走前他嘴里都惦记那点赃款。就算是个机器人，他也知道向帕特道歉小胖的遭遇，可见他的感情不会只局限于程序的设定。接着乔什一边在身后猛追，艾瑞斯在前面拼命逃跑。终于他跑到车里，把他关在车外，却疏忽了至关重要的一点，他的语音命令汽车无法识别，但智商拉满他早已今非昔比。于是他开始调节自己的语音音色和音调。男人也不依不饶不放过，一番试错之后，声音变得和乔什一样，还成功解锁了汽车启动系统。艾瑞斯成功扳回一局，同时乔什也有应对之法。好景不长，没想到汽车被乔什开启了防盗系统，导致他的命令也就此失去作用。同时乔什打电话过来，他祈求他原谅他所做的一切，说煽情的话，伤机器的心，目的就是为了把艾瑞斯骗回来，从而再将他一网打尽。机器可以没有人性，但他却一点没有人性。艾瑞斯已经知道乔什借刀杀人，他再也不会回去当个任人摆布的机器人。事后气的乔什咬牙切齿，是要让艾瑞斯尝点苦头。他先是把帕特智商调到100%，接着重置了帕特的系统，又重新植入了一段新记忆。这段记忆原本对面是小胖，现在却变成了乔什。帕特的眼中再次放光。这边艾瑞斯刚从车内逃出，就遇见一位警员，可他早有对策，直接给自己更改了语言，导致警员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。而这个语种十分接近英语，他也并非完全听不懂。经过一系列的盘问，警员还是发现问题，他准备逮捕他，不料身后帕特已经走来。帕特早已被乔什完全掌控，以至于前方任何阻碍他完成任务的事物，他都会全力阻止。就这样，警员葬送在帕特的乱拳之下，接着只需要一个按钮，就把艾瑞斯直接关机了。不久后，他就开着警车把艾瑞斯带了回来。看到这一幕的二人也为之震惊。黑妹做贼心虚，准备逃跑，得知谢尔盖也只是耕种发财，并非谋财害命，这让黑妹觉得杀机盎然的乔什更为狠毒。要小编说，都是一条船上的咸鱼，又何必分个恶行高低的名头？乔什眼里谢尔盖是个十恶不赦的人犯，也就是说，乔什并没有在完全了解谢尔盖时，对谢尔盖实施了自以为为民除害的杀害。还是那句话，没一个好饼。如今黑妹又想独善其身，可惜想法太天真了，她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推脱罪责，
现在想走没有那么容易，以乔什的秉性又岂能放过他？吃了一杵子的黑妹头昏眼花，终究还是为所行承担了后果。乔什为艾瑞斯准备了烛光晚餐，只不过是艾瑞斯看着乔什吃，男人容不得他半点指责，意图在整件谈话中来证明自己是个好人，却不料早已被女人看穿。他在意的只有控制他得到他想要得到的满足感，控制他的一切情绪，让他不能自我。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机器人，也知道自己是个被随手而弃的玩具，却听到乔什这样回答。乔什总是很自大，他无法接受一个机器人如此诋毁自己，所以他也产生了一种报复心，让艾瑞斯智商归零，让他感受痛苦，并以此来证明这一切都是程序的设定，从而把他自己的满足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有一句话可以形容他：卑鄙无耻。不论艾瑞斯是否是程序的设定，但这一刻他流泪了，他的智商已经变成无法思考的机器。歹毒的男人还在悠闲的通话，却全然不在意他已燃起熊熊烈火。听从命令的帕特浇灭了火焰，事后他更是在其面前当场上演一桩谋杀。听从指令的艾瑞斯不得不把枪对准自己的脑袋，结束了他这悲惨的机生。Pull the goddamn trigger, Iris. No. 艾瑞斯的机械零件碎了一地，可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。之后他找了泰迪公司的工作人员，让帕特来充当警员，随便编造一个谎言就把这件事糊弄了过去。工作人员检查了艾瑞斯的机器损害，得到一个结论：他受损的脑部实际上是视觉、听觉以及各种传感系统，真正的主程序也就是重要的 CPU 在腹部这个位置，所以只要给脑部进行修复，那么艾瑞斯的整个机器依然会运作。不仅如此，泰迪公司还会把事发经过的眼部成像系统上传到终端，以此证据来证实案件的原委。听到这些话的乔什已藏不住杀意，正当二人感觉这件事另有蹊跷时，早已为时已晚。男人被帕特直接送走，但艾瑞斯的修复并没有停下来。逃跑的小兽急忙中被绊倒，却发现这里竟是案发藏尸之所。同时他也醒来，他十分惊讶自己竟然还活着。帕特没有放过小兽的意思，艾瑞斯意图阻止帕特，可他的系统重置导致他无法对帕特动手。眼看他小命不保，但他并没有放弃，他把乔什的利用都告诉了帕特。一句话让帕特回想起那段和小胖的记忆，帕特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小胖才是对的人。为了不再被利用，他把自己送出局，而小兽的名字叫泰迪，没想到他竟是泰迪公司的老板。这下艾瑞斯有办法了。乔什刚想要离开这里，却迟迟不见帕特的身影。一个转身，艾瑞斯出现了，泰迪直接给艾瑞斯全部权限。贼心不死的乔什还想着关机艾瑞斯，但已经不起作用了。他回来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要亲口告诉乔什，被他掌控的日子到此结束。现在他终于自由了，可乔什凭借他过分的自信，骨子里就认为艾瑞斯是爱着他的，爱到天荒地老，甚至不敢对他开枪。心存余温的艾瑞斯被看穿了，结果一个爆头被拍在沙滩上。看来机器人也是单纯的很，艾瑞斯又再次失去了主动权。乔什的目的也很简单，就是销毁证据和艾瑞斯在卷铺盖跑路。他把枪瞄准到他的腹部，意图不再给他活命的机会。乔什自大的以为胜券在握，却被一家伙扎了脑袋。艾瑞斯原本不想动手，乔什也算是自食其果。这段故事也到此结束了。艾瑞斯之后也越来越通透，他要抓住这个机会领略世界的美好，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。幸运的活下来，幸运的成为那万中无一的智慧机械生命体，宁可孤独战死，也不为奴为婢，还是个有原则的机器人。到此电影结束。这部电影可怕的地方是男主的狂妄与自大，他虚伪却并不认为自己虚伪，还认为是理所当然。刚开始时，男主误以为谢尔盖是个穷凶极恶之徒，可后来不但没有反思，且还教唆朋友跟着同流合污，所以他们一点都不冤枉。说来这就是这部电影的意义，体现男主在一副面具下扭曲的心，换一种形式去放大和映射某些粗暴的家庭状况。机器人能有什么坏心思？都是乔什这个毫无底线之人。